欢迎来到新闻频道。当您订阅频道时，演员们会很高兴。娃娃脸演绝代佳人，谭松韵用演技封神，亲手撕下甜妹标签。兰香如故刚放出预告片就炸了锅，豆瓣还没开分，弹幕已经满屏谭松韵演技封神，这眼神绝了。有意思的是，这位曾经凭借《最好的我们》里耿耿一角被贴上甜妹、少女专业户标签的女演员，这次在《兰香如故》里演了个从贵女沦落为丫鬟，再一步步爬到掌权主母的复杂角色，反差大的让人一愣。这还是那个笑起来眼睛弯成月牙的谭松韵吗？说实话，当初听说她要演许兰香这个角色，不少人心里是打鼓的。一张娃娃脸，怎么撑得起家仇国恨、权谋算计的厚重感？可预告片里那几个镜头一放，质疑声就消了一半。她微垂的眼眸里透出的那股子主母威严，抬眼时眼底闪烁的泪光和汹涌的情感，硬是把一个背负着深仇大恨，在夹缝中求生存的女性演活了。时间仿佛在她身上停滞，却又好像在她心里走过了千山万水。那么问题来了，曾经被指戏路单一的谭松韵，到底是怎么通过这部《兰香如故》完成这场演技蜕变，把外界贴的标签一张张撕下来的？演技进阶的基石，把角色种进骨子里。演技这东西，光靠表情丰富不行的，先让角色在你心里活起来。谭松韵这次明显下了苦功，她演的不是一个标签化的复仇女主，而是一个有血有肉、会疼会怕也会恨的活人。从形似到神似，这中间的鸿沟，她靠的是扎扎实实的案头工作。据说为了演好剧中80岁老妇的状态，她提前半年就开始观察老人的生活，学奶奶砍价时那种句句戳要害的语调，记下择菜时关节僵硬的弧度，甚至说话前先顿半秒，下意识捋袖口的小动作，这些细节一点一点攒起来，才堆出了一个让人信服的老年妆，每次要画6、7个小时。当他顶着满脸皱纹和老年斑出现在片场，连对手演员刘学义都感慨，他看你的眼神像活过一辈子的人。更关键的是，他的打破自己身上那种甜妹的惯性。以往的角色，无论是耿耿还是袁今夏，都带着一股子少女的灵动和天真。但许兰香不同，她是灭门惨案的幸存者，是顶着他人身份在仇人府里苟活的卧底。谭松韵必须把那份天真收起来，换成隐忍、算计，还有藏在心底不敢轻易示人的恨。走路时微微佝偻的背，说话时不敢抬眼的怯懦，奉茶时因为用力隐忍而关节发白的手指，这些肢体语言上的调整，都是他一点点把自己从谭松韵抽离，塞进许兰香这个壳子里的过程。他不是在演一个复仇者的概念，而是在体验一个具体的人如何在绝境里长出骨头。这种对角色的深度理解和内在逻辑的构建，才是演技蜕变的真正起点。真正的突破，从来都藏在那些最细微的地方。谭松韵的厉害之处在于，她不用嚎啕大哭，不用声嘶力竭，光靠几个眼神、几个动作，就能把角色的魂勾出来。就拿那场雨中对峙戏来说吧，路透里模糊的画面都能感受到那种张力。刘学义饰演的林锦琪撑伞走来，雨水顺着伞沿滴落；谭松韵饰演的许兰香跪在冷雨里，身体冻得发抖如筛糠。可你仔细看她的眼睛，那里面没有哀求，没有软弱，反而烧着一团复仇的火焰。身体在生理上屈服于寒冷和困境，眼神却在精神上死死盯着对方。这种极致的反差，让导演喊卡后全场都静默了好几秒。这就是所谓于无声处听惊雷，没有一句台词，情绪却已经漫过了屏幕。再看他处理隐忍的阶段，许兰香在林府当丫鬟，
时刻面临暴露的风险，每一分每一秒都得绷着。谭松韵怎么演这种状态？他让角色跟人说话时，眼神总是先看对方鼻尖，不敢直视太久，显得又礼貌又有点怯。转身时手习惯性在围裙上蹭2下，像是干惯了活的人，手上总带着点洗不掉的烟火气。说到关键话题，嗓子眼会不自觉地一紧，声音往上提那么一丢丢，却又努力维持着表面的平静。这些小动作不是设计出来的表演，而是角色常在他身上后自然流露出的本能。至于情感爆发戏，他更懂得收着眼的力量，不是眼泪流得越多就越感人，而是要让观众看到眼泪背后那层层叠叠的情绪。一场得知真相后的崩溃戏，他把自己关在屋里反复琢磨，把剧本拆开又合上，把自己的人生经历也带进去。正式开机时，台词还没说完，眼泪就先到了，但哭得一点不乱，气息稳，情绪也稳。那种克制的崩溃，比嚎啕大哭更有穿透力，因为它让观众感受到角色不是在发泄情绪，而是在消化一场足以击垮他的灾难。开播前最大的争议，无非是谭松韵这张娃娃脸能演好这种历经沧桑的复杂角色吗？结果剧集一放，这种质疑声反而成了他演技最好的注脚，因为他让观众彻底忘了谭松韵这张脸，只记住了许兰香这个人。破局的关键在于他用表演构建起了一套全新的气场和仪态。大学士府千金沈佳兰时期，他立在那里，连衣袂的褶皱都透着风骨和教养。沦为丫鬟许兰香后，整个人重心往下沉，走路带风变成了小心翼翼，挺直的背脊学会了微微弯曲。这种体态上的转变，瞬间拉开了角色之间的年龄感和阅历感。但真正让他跨越外形局限的，还是那份强大的共情能力。观众看剧，看的不是演员的脸符不符合绝世美女的设定，而是能不能被角色的命运牵动，为他的痛苦揪心，为他的坚韧鼓掌。谭松韵演出了许兰香那种小心翼翼对人好，又怕被辜负的劲儿，演出了他在绝境中依然不肯低头的那点硬骨头。太多人在这个角色身上看到了自己或身边人的影子，那个为家庭默默付出，总是最后一个考虑自己的母亲，那个在职场夹缝中求生存，却依然努力捍卫尊严的自己。当观众开始用自己的人生经验去理解角色时，谁还会在意演员是不是娃娃脸？舆论的转向就是最好的证明。从开播前的普遍质疑，到播出后谭松韵演技封神的刷屏，观众用最直接的反馈告诉市场，好演技本身就是最好的破壁机。他不需要改变自己的长相，只需要用表演让观众相信这张脸背后住着一个完全不同的灵魂。一次成功的互相成就，兰香如故能火，不是偶然，这是一次优质内容与演员专业度的双向奔赴。首先，剧本给了演员足够的沃土，原著豆瓣8.2分的底子，加上编剧桐华步步惊心、长相思的作者的操刀，让这个故事有了扎实的骨架。桐华最擅长的就是写女人在绝境里如何自己长出翅膀。许兰香这个角色，不是等着男主来拯救的菟丝花，而是凭着实打实的生存智慧一步步往上爬。靠医术救下难产主母赢得信任，凭账目管理能力揪出府中亏空，用制香手艺打入贵族圈搜集情报。这种古代职场进阶术让角色有了丰富的层次和成长空间，演员演起来才有发挥的余地。反过来，谭松韵的演绎又为这个纸上的角色注入了血肉和灵魂。他把许兰香从概念演成了活人，让观众相信这个人物真的存在过、挣扎过，最终活出了自己的样子。这种演员与角色的互相成全，
才是精品剧该有的样子。这个案例给行业的启示其实很简单，别总想着走捷径，给有潜力的演员更多突破性的角色机会，让他们去挑战，去成长。演员自己也别浮躁，沉下心来磨练演技，用作品说话才是打破标签的最佳途径。说到底，好剧本加好演员这个看似老套的公式，依然是创作出好故事的核心法则。蜕变之后，前路可期。兰香如故对谭松韵来说，绝不仅仅是一部剧的成功，这是一次对自身戏路的勇敢拓展，更是一次演技实力的有力证明。他用实际行动告诉所有人，甜美的外表下可以住着一个历经沧桑的灵魂。娃娃脸的限制挡不住一个好演员想要突破的决心。有意思的是，这部剧火了之后，不少观众开始往回翻他以前的作品，从早期的小角色一路看到现在，这才发现他这些年几乎每个角色都带着一点光，哪怕是最惨的那种。他演的不是那种头顶光环的大女主，更多是心里有一点点小灯泡的普通人。灯不大，但够照亮自己脚下这条路。一个演员最怕的是你看10个角色，脸一换，气质完全一样。谭松韵身上哪怕有一部分本人气质难以完全抹掉，但人物之间是有明显差异的，有的更偏少年感，有的偏温婉，有的偏倔强。兰香如故这一回，是把那种生活压垮不掉我的劲儿提到了一个新高度。在这个天天追热搜、拼流量的时代，像她这样不爱说狠话、不爱立大女主人设的演员，其实很容易被淹没。但你看啊，她一步一步往前挪，没多快，也没多慢，有作品，有累积，有口碑。等很多人折腾累了，她还在那儿，一身清清爽爽的兰香味儿，脚下的路反倒更稳。心有承光不离稳。她不嚷嚷要当女强人，也不天天喊我好努力啊，就是像冬天的那壶热水，放在那儿看着不起眼，真冷的时候你才知道有多重要。观众识货，时间也识货，往后这条路还长，她只要继续这样一边演戏一边尝自己那点小骨头，携一身清雅兰香，从容踏光而行，咱坐在屏幕这头，看他解锁更多角色，见证一个不吵不闹的演员怎么在喧哗世界里闯出一条倍儿有劲儿的路，挺香的。兰香如故，你追了吗？给谭松韵的表演打几分？